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访谈。我们这次推出一个新的系列，是由历史学者吴思讲解他的新书《顶残：中国市场和产权的构造和逻辑》。这本书呢是许成刚讲制度基因之后，大声推出的又一个深度系列。我们希望的是请学者来就他们的一个书、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带着观众讨论一个话题。吴思呢，1957年生于北京，曾经是《炎黄春秋》的总编辑和天泽经济研究所的理事长。他的作品《潜规则》《雪绸定律》都曾在中国社会引发过热烈讨论。他擅长用通俗、锋利而精准的语言，努力在解释中国社会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我在这里还想多说一句，吴思老师呢，目前居住在北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书的出版和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系列访谈肯定会引发系统上的广泛关注。在现在的一个现实环境里面，其实吴思坚持这样完整清晰地讲述他自己的思考，跟我们的观众分享，我个人是非常敬佩的。我们也感受到了要传播这样的声音的责任。我也真心的希望，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朋友，大家都以平和开放的心态来听听我们这场真正的严肃的无审查的自由的开放讨论。你看那个著名的傻子瓜子儿，就那个创始人绵广九，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抓，为什么呀？因为他倒卖板栗，他不是自己生产板栗，他收了卖了，这就是倒卖。罪名是什么？投机倒把，一是被人抓了，然后就判了。统高统销制度是1953年诞生于1953年。陈云当时的说法就是我得两汉相权取其轻，哪个轻啊？哪个重啊？统购统销重，宁可我统购统销，我也别造成通货膨胀。我宁可低价强制从农民那收粮，也别让这价上去。台湾的228事件就是对这种统治经济的反抗。那个烟贩子被抓了嘛，后来镇压打死人了嘛，这就是烟业的那个垄断，谁把谁关在笼子里，这才是一个要害。现在不是对市场和产权的命名，是经济体制的命名。那个官方的叫法一直说的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啊。当然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模糊啊。邓小平多次说了，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你把一个没搞清楚的大概念引入作为定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讨论难度就提高了哈。所以我就不用这个词儿啊。先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然后再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现在我们就不用这个邓小平说没搞清楚的这个词。然后呢，另外一个流行的概念就是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概念叫统治经济。统是统一的统，治呢是制度的治，统治经济。发明者用这个词儿来描绘当时的那个德国的经济体制啊，纳粹的那个体制。中国学者中国学者是用这个词儿来描述国民党在大陆建立的那个经济体制，也包括上世纪50年代台湾的那种经济体制，叫统治经济。这种统治经济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很有竞争力的啊。其实跟三民主义的那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叫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这里就有不平等的待遇，就有品级产权，就有品级市场。而且在那个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金融、交通、工矿、能源这些方面都是国家统治，只是把那个民生的消费领域向私人企业开放，很像是刚才说的这个规型结构。就是当代中国大体就是一个统治经济的这么一个经济体制，如果要命名的话，这是比较接近的一个命名。但是无论是统治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都是现代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个命名
都是在描述现代。可是我们在谈历史啊，我们在谈中国古往今来的这个经济体制是什么？中国官家古往今来一直是深度介入并且管控经济啊。我说过了，比如说盐铁论那个时代，从管仲、观山海，一直到这是说的还是市场呢？从那个北魏一直到隋唐，那个土地都是均田制的，就是土地我按照一定的比例啊分给农民种，一部分是永业田就归你了，一部分是口分田，一部分是永业田，分两个。你到时候这人失去劳动能力了或去世了，就这田还有收归国有，再往下分。这就跟现在的那个大包干似的。你说大包干的土地是谁的呢？农民到时候可能隔那么一段就重分一次，那土地是集体的，集体所有，不能说是我农户个人所有。那当时国家就是这个集体，我把你收了，然后又分了，再收了，再分了，这个产权介入极深啊，这种深度介入，你就不好说这是统治经济吗？这恨不得比统治经济还狠。然后马克思就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个中国官家深度介入并管控经济的这个用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个特征。我就想我们现在在谈历史，从现实去回顾历史，打通历史和现实，我就想用官控经济这个更大的词儿来描述概述古往今来的这个权力经济的这个概念。当然这个官控经济也有不同的演变阶段，比如说从先秦那个工商实官，就工业商业基本都靠官家的那个订货呀，或者是来养支付，就是相当于财政全补那个状态汉代强化了这个盐铁专营就把那个这又是一个步骤盐铁专营。宋代呢不仅盐铁专营，它有个青苗法，就连贷款连金融领域它都控制了到时候你种地没钱了，到官方去贷款，以青苗做抵押。到了现代再进一步，到了现在就统治经济统治经济又进了一步，再进一步就是计划经济，然后再改革开放又回到了统治经济。你看这个官控经济的演变的阶段和强度是这个进进退退，时强时弱，始终是在变，要根据情况来找最大化的一个，但是始终是处在一个源远流长的这个谱系之中。这个谱系我给它起的名字就是官控经济于是我们就把中国历代不同的经济形态的特色拎出来，都是权力高度介入，但是介入的程度不同，范围不同，而且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特色之中跟世界其他国家做个比较，然后把马克思那个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么一个虚名亚细亚是个地域的称呼，我们把它的里边的灵魂拎出来，就是官控经济。这一块您很清晰的给它梳理出来了，让我们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就很多很熟悉的长相和现象。比如说，其实您就是回答了在经济领域里头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您给的一个名字就是官控经济，关键词是这个官。我想问您的就是这个在权力市场和常规市场之间，或者先不要说他们滑向黑市吧，这之间有穿梭吗？有改变吗？有改命的可能吗？除了他这个参与市场的人、做事的人，或者在里面做这个具体还想在市场上玩的人，他除了接近权力，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他有别的办法改变这个命吗？改变这个老二的命吗？改变老二命，那就是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英国英国的最开始的那些市场，比如说他授予那个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这边的业务，垄断了中国印度的这个所有的业务，你就可以说这是一个特权市场能把这个特权市场改回到那个常规市场吗？这是英国内部的那个
这首先发生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资本已经处于一个主导地位了，权力要向资本让步，而不是就是资本把权力关到了笼子里，而不是那个权力把资本关在笼子里。一旦资本取了主导地位，所以成了资本主义了，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他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利益觉得你垄断一段可以，你算是开辟市场的，那给你的相应的报偿就是垄断利润。等这市场已经成熟了，你得让大家都进，于是就变成了那个常态市场。这竞争性市场原来是垄断的，现在没特权了。我们就看这个，你说怎么常态变成老大我现在说原来的那个老大怎么退到了老二，那个反过来就是常态又变成老大。以英国的例子为例，就是谁把谁关在笼子里，这才是一个要害。谁把谁关在笼子里是通过利益的绝对的竞争和争夺，还是要通过制度的改变呢？你看英国光荣革命呗，那肯定，这就不是经济问题了，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那个中国的就是同时就这个常态市场有多大范围，这个它能够伸展到哪儿，它的边界伸展到哪儿，把那个特权市场品级市场的那个特权部分压缩到哪儿，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计算。这个计算正好就是我下边那个想就是讨论这个中国的品级市场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那个背后的这个扩展哪个部分的伸缩，比如说统购统销他就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市场，就是至少农产品粮棉油的市场变成了特权市场，而不是常态市场。他后来又放开了又变成了常态市场。这里边背后有官方的一系列的复杂的计算，而且你能从中引出一个公式，这就是我下边想讲的内容。您的问题正好是引出了下边的这个专家市场内部调整。在进入下面这个，我再追问一下哈。那因为如果我们一说市场，我脑子里可能是被西方这个思路毒害的比较深，就是我马上想到的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嘛。就市场经济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用市场来决定，市场来调节谁占有优势地位，咱们所以就在竞争中占优势地位。而且包括你看后来像这些自由市场国家，就因为怕你过于强大，还有反托拉斯反垄断法，但它这个前提是有这个让自由市场存在的制度。但因为您这个话语和这个结构是完全中国的这个结构，我就在试图在想，那要这样关控经济，关为主，关永远是关键词，关永远是这个姓儿，就跟姓赵，你姓在前面，你后面微调都是这个姓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官的存在就让我们现在说的所有的市场调节为主，什么还有第二句话就是什么其实不是市场调节为主，是官方调节为主。我想说的是，那所有这样的官在前面的市场，它根本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根本不是一个就是通过努力竞争能够做大，终极做大做强的那么一个，那就连市场这个词儿都要重新考虑。当然我知道您在书里头也其实追溯了这个市场的存在，从原始社会物物交换就有，就大家开始交换，然后您的这个市场其实更多的它不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商业交易行为，是吧？我的问题是，就它是真正我们看的市场经济吗？就或者中国如果有关控这个关在前面，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吗？你得定义什么叫市场经济。对，又回来了。你才能说什么叫真正的市场经济另外那个经济跟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哈。那个至少在我这里说的这本书里，就是经济不是经济决定政治，不是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是反过来的。对，是权力决定经济，是政治决定经济。权力说，哎，你这个经济这块长出来的不对啊，一刀直接给切了。哎，这块可以发展就长。于是这个形态，官方就是权力是有一个调节作用它不仅仅是调节，它是
它是形塑啊，决定准。他背后那个手，他得捏的啊，哪块要大点，哪块要小点，是捏出来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在谈市场经济的时候，就得你要说这是一个关控经济啊，关控市场经济啊，没问题，这个前提是存在的。但是彻底的市场经济，比如说西方出现了之后，那个卡尔波兰尼写过一本书叫《大转型》，他那里就说，那个市场越来越重要。原来呢，有教会，有国王，有贵族，有种种的那种关系，有社会，有家庭，都是彼此制约着。忽然出了一个特别牛的市场，几乎全靠他说了算。不管你是土地，我给你来什么羊吃人的，还是什么的那个大规模的失业，我都不管，我就要市场领先，而且市场的那个决策者就成了这个最重要的那个主导力量，没有其他的力量能凌驾它之上。比如说教会的力量、政府的力量、民众或者是消费者的不是消费者，工会的力量全都不行。他把这个市场称为拖欠本来它是欠在社会里的，现在他出来了，他支配地位了，他老大了。他认为市场拖欠引发了英国国内的内部的就是阶级震荡阶级冲突，然后这种市场主导一切又引发了世界大战。这个卡尔波兰尼是他的那个算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那个大体是那种立场吧，他就对这个所谓的比较纯的市场经济，就市场主导一切的这种形态，这种社会有挺强烈的批判态度。当然马克思批判的更狠了，比他还要狠然后而且卡尔波兰尼就会认为这种状态会逼出一个反向的动作来。他说比如说法西斯、纳粹，他们就认为大量的人失业了，你不管不顾，你就管这个市场的效率，这些市场的造成的副产品，那个受害者就会推出权力来抑制你的市场。比如说那个法西斯再往前走，那个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的纳粹他们就会纳粹不是 national 那个纳粹就是应该叫 national socialism，国家社会主义，你可以这么译。nation 你可以译成那个民族社会主义也行但是不管译成哪个吧，都带社会主义这词儿，这实在不好听，于是就译成纳粹，一个音译就完但是它的实质内容就是凭着强大的政党力量来抑制市场控制控制资本，让资本为自己服务，然后抬高工人的力量、工会的力量，完成一次再分配，而且政府大量的投资，比如建高速路，解决就业问题，这就是当年德国的那种方式。这种方式在波兰尼的说法，按照他的看法，就是对这个市场拖欠，就是市场主导一切，就是纯市场经济的一种反动。就是他这些历史学家都是既看到这个事物的利，也看到事物的弊。纯市场经济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进去呢你必须平等，这两个人干不干都行你不能强制。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这个不平等，这个人权力大，那人权力小这个团体权力大，比如工会，那个整体权力小，这就一定建构出来的市场是品级性的市场，而不是所谓的纯粹的常态市场或者是平等的市场真的建成了纯粹的平等市场又有问题。比如西方现在的市场，比如工会它的力量就不那么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资本有很多限制和管制，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所以二战之后有那么一段，西方的资本主义就所谓的纯市场经济被称为管制资本主义，里边的管制很多，无非管制者不是官方，不是权力本身，不是不受限制的权利，而是什么工会农会在里边都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一个对资本的、对市场的限制和管控，也是对那个资本的管控，就是只不过那个管控者本身是受限制的，是受到选票限制。我越说越我听，还有当然听的我就在说，您虽然说在历史，但其实完全可以明白现在的这个我们看到的现实。说白了就是官在前，官让这个市场存在，它让一个行业产业存在，然后它让你发展，它可以非常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能看见很多市场，对吧？前些年什么教培啊，包括直播带货呀。在这个允许的这个市场范围内，它可能自由竞争啊，资本的力量啊。好，那您就给我们具体的讲一下，就是这个品级市场它到底怎么来的，然后它中间的这种建构的方式，它建构的公式，你还有给了几个重要的公式，但其实是公式是帮我们拎的，并不是让大家更迷糊的。您就给我具体讲一下这个吧。品级市场的来历。好，谢谢。这咱们前面说的都是我们是谁，这一部分说的主要就是我们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又得讲我们的市场是从哪里来，我们的产权是从哪里来，或者品级市场和品级产权分别是怎么来的。那我就是讲这个品级市场的来历的时候，就你刚才说的，从神农氏开始，从史前互赠礼物开始，后来一直说到管仲那个盐业垄断的关山海，说到汉武帝的那个盐铁垄断，而且这盐铁垄断是一波三折。你说从汉武帝或者从管仲一直到现在都是盐业都是垄断的，这个垄断到什么程度，这故事就长了去了，待会儿再说。然后再往下，从那个前清，也就是从秦汉到现在的这个盐业垄断的故事，又说到了这个民国时代的统治经济其实这个台湾的228事件就是对这种统治经济的反抗。那个烟贩子那个被抓了嘛，后来镇压打死人了嘛，这就是烟业的那个垄断，烟草的垄断。然后一直我就讲到了那个建国之后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特别清晰的一个品级经济的那个高端，再往下的宽松一点，再宽松一点三类物资有3种，就有3种处置方式。然后再往后说到改革开放，说到加入 WTO， 就这个品级市场的演化真是一个说来话长的过程，这么长咱们没法细说哈，就先挑一件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离我们不是太远，但是也是50年代的事儿，也是那个60、70年呢从这儿的历史统购统销我们把这个统购统销的故事给讲的稍微细致点，然后拿它做个案例分析，然后从这个案例分析中，我们看看这个品级市场它的运作是怎么演化的，它为什么要演化，动力在哪儿，然后拎一个公式出来，然后就特别简单的把这个逻辑说清楚。是这个统购统销我读的时候也特别有感慨，就是可能现在的90后都不知道了，其实80后的小时候可能都还记得有什么粮票，像我属于70后，那个时候我是70末了嘛，所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什么友谊商店啊，还有什么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家里要买一个电器就要有什么外汇券啊，就模模糊糊的知道很多东西是不会随便自由的就能买到的，是需要券需要票，但是其实我也并不是特别完整的知道这个统购统销的结构，所以我相信中国人对这个统购统销很多人是又很熟悉又并不是很清楚，但像90后后面的人可能就真的就对这个概念就真的就是所谓历史书上的东西了，所以您把这个案例拎出来我觉得特别好，请您给我们仔细讲讲统购统销吧。那个我先把你刚才说的那个给就是这不是讲故事是确认一下，给它定义一下。统购统销主要是针对农产品的。你说的那个友谊商店那个又是一个路子了这涉及到进出口问题了。
涉及到什么那个外贸体制的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品级，什么管到什么程度，谁有权管？这个是统购统销是针对农产品的，农产品在统购统销制度之下是被分为三类物资。第一类物资叫粮棉油，就这么3大项，因为它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所以这个事儿别人不许插手，就是要只许国家商业部门按照统一的价格，你看国家商业部主体，第二按照统一的价格，统一收购，价格，这是收购方。然后那个城市居民是凭着粮票、布票、邮票这3票，按照规定的价格购买，完全是官方操作，别人不许插手。然后说农民，我这个粮棉油那个国家统一收购的我都收了，我还有点剩余，超出这个那个计划定额了，我怎么办？他说行，你要出售也可以，只能卖给国家的商业部门，不许进入自由市场，就所谓农村集市赶集去不行，不能到那儿去，不准卖给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咱们私下说我们家里有点油卖给你，你要抓住你就不行，这就投机倒把。对，这投机倒把这个词儿也是特别有历史感的一个词儿。投机倒把，你说要是我偷了人的东西吧，这是侵犯人的产权了，这叫小偷盗窃罪，或者是贪污罪，偷了国家的东西了。那国家垄断了，比如说这粮棉油我悄悄的卖粮棉油，我没偷谁的东西，这个就侵犯了国家的不是产权，而叫商权，就是我垄断的这个进入市场、进出市场的权利，我称之为商权。你侵犯了商权，你叫什么罪名呢？就叫投机倒把。这是专门规定的，按照中国古代那就叫贩私贩私，公家买的卖，你非要卖，就是私人的去贩卖，那叫贩私然后抓的那个贩私就是走私犯。这我们都是一路源远流长的历史刚才说那个，我先把那个统购统销讲完，解释完。农产品分3类物资，这是第一类，就粮棉油。第2类物资没那么重要，比如说水果、蔬菜、猪牛羊肉，反正总共分类中20多类农产品。这些东西对政权的稳定的影响肯定比粮棉油小，那离开了哪项都能活，不像粮棉油不行，所以这方面的管制稍宽，就叫合同派购市场，不是统购统销。在这个合同派购里，是生产队完成了国家的派购任务之后，比如说我收你3吨小麦，完成了之后不是小麦小麦不行那个3吨猪肉或者是5吨水果，完成了这个之后，完成了超产的部分、剩余的部分，说我能不能自己卖啊？说行，可以，国家反正不要了，可以到农村集市上去议价出售。议价出售，你看价格你们可以自己商量那个国家完成派购之后，生产队可以自己去干，所以不是管制的那么严了。你要说3刀2补这个少了一刀，把那个主体那个不是非是国家不行，剩下的全排除。这个你生产队也行，也可以进集市了。这是那个第2类物资。第3类物资就是把刚才说的第1类和第2类的那个物资，比如粮棉油猪牛羊肉这一系列的名单上没列入的那些农副产品，那就零零碎碎的了，比如桑葚柳边、西瓜籽儿，就这些的东西各地不一样如果不是集中的水产地的那个鱼虾也可以算，反正你国家买也存不住，我们也没有固定的渠道。这些东西不管是生产队也好，还是个人也好，连个人的也进来了你看看，这是多了一个主体，不把那个原来生产队可以进来，现在社员个人也可以进来了，你就可以在农村集市上议价销售，也是价格商量。但是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就是禁止远距离的营销，你做生意不行也禁止转手倒卖，
嘿，你当专业的商人也不行。你看那个著名的傻子瓜子儿，就那个创始人啊，他在那个年广久，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抓，为什么呀？因为他倒卖板栗，他不是自己生产板栗，他收了卖了，这就是倒卖。罪名是什么？投机倒把，这就侵犯了这个三类物资的管制规定，尚且被捕入狱，而且罪名是投机倒把，因为他损害了、侵犯了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商业有商权，就是你看相应着对应的这个3类物资，一类物资呢，土沃土销，肯定它就是高残市场，权力高度介入，别人全都一概排斥在外，高度垄断。2类物资呢，合同派购，你可以说是中残市场，中等残缺，权力中度介入，不那么排斥的不那么狠，你满足了我的，剩下的你可以自己对付。然后3类物资呢，就是那个小有自由的这个农村集市呢，可以叫低残市场，但仍然残。咱们不是说了吗？你跟这要倒卖不行，那倒卖投机倒把，被捕入狱，这是权力的低度介入。你看看这品级市场，这一个统购统销的政策，这个名字之下就有3类物资，就有3级高残、中残、低残的市场。当然，实际上官方的禁令未必能够得到严格的执行。这3类物资构成的3档残缺的地下，还有一个黑市，就是各种级别的违禁品悄然入市。这个年广久，那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就是悄悄的跟着在黑市上卖这个板栗，卖栗子就一人被人抓了，然后就判了，这就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黑市看作这个品级外的地下市场。你看4个等级的品级市场，这里就出来了。如果说后来改革了之后把这个3级就是黑市这个没了，那个农村集市扩展了，不限制投机倒把了。这是1985年吧，还是好像是8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专门有这规定，就是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倒卖，也就是一下就把这个商权放开了，然后这个真正的就是所谓常态市场，这个品级市场中的这个1、2、3等级中的又加了个第4等级，把那个黑市变得合法化了，这就有演变的，有增减的这个不同的品级，这就是那个刚才解释一下什么叫统购统销制度，可能真的懂这些、经历过这些、在里边操作过的人都50、60岁以上了，所以你看我都不知道。您说的这统购统销，我一听我才知道，就是只针对粮棉油。我以前以为就是计划的，就一切都给计划，一切都管起来。但其实就在这么控制里头，它还分1类、2类、3类，这我之前都不知道。你要是不梳理的话，我真不知道。对，这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我们经历过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东西都消失了，大家不清楚了。但是这个制度其实很严谨。我刚才说的是做一个定义做一个解释，什么叫统购？我在说它是怎么来的我们从哪里来嘛？统购统销从哪里来？统购统销制度是1953年诞生于1953年，那年是小麦欠收。你想想，小麦就是这会儿，就是6、7月份就开始收割了，规模的减产，然后私人的粮商、民间的粮商到农村去抬价收粮，抬价幅度30%，然后一下这个粮食市场价格浮动。当时中国农业社会主体的那个生活就是粮价是最重要的，然后粮价一涨，这大家心都乱了。在1953年的10月份，要该秋收了，开全国粮食会议，就讨论这个问题。陈云当时是主管这些工作的，陈云就
在全国粮食会议上说，他说我现在难呐，我挑着这一个担子是挑了一担子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边是黄色炸药。这个我如果搞不到粮食，市场通货膨胀，然后粮价一涨怎么办？工资涨不涨？工资也得涨。工资一涨，这个国家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国营企业的开销全都乱了，预算也就乱了。这预算可是涉及到第一个5年计划呀，从1953年到1958年的这个第一个5年计划的根基就动摇了。我哪儿找这些钱去搞这个建工厂？157个大项目，156那个这个大项目，其实157啊，最后那个大家都不说的那个是建秦城监狱啊，我哪儿找这些钱去那个去弄那么156个大项目？根基动摇，这是黄色炸药，黄色炸药惹不起。那我要采取征购的办法呢？征购的办法，农民就可能反对，就闹起来。你明明这东西值1.3块，你非得说我1.1块，每斤抢人3毛钱，人家不跟你计啊。他说农民就可能起来暴动，打扁担。那后来真的是有暴动，打扁担，农民就跟人打起来了嘛。他说这是黑色炸药，我两头一头一个，我怎么办？陈云当时的说法就是我得两汉相权取其轻，哪个轻啊？哪个重啊？统购统销重，宁可我统购统销，我也别造成通货膨胀。我宁可低价强制从农民那收粮，也别让这价上去，然后让5年计划黄了啊！他就说我要搞征购。当时他用的词儿不叫统购统销，叫征购，后来改名叫统购统销。你要看那个历史书，你就会发现那说什么呢？怎么不是统购统销啊？说的是征购。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在满洲国搞那个战时经济嘛，他们就搞粮食征购。但是那是日本帝国主义啊，他是压迫剥削殖民地人民呐。我们把这个宣传批评的非常狠呐。你现在说我们也搞征购，这名声不行啊，说不过去啊。然后换个名字，就把征购这个词儿换成了统购统销啊，这就是统购统销的那个发端。这倡议者就是陈云啊。然后具体怎么执行的，刚才讲了，1类物资、2类物资、3类物资，然后形成的相对的高残、中残、低残市场啊。低残的那个还留了一点自由，就是农村赶集的那个农村集市啊。实际这一套东西推行之后，始终是有黑市伴随，就是这么一套市场，就是要建构这么一套市场制度，我就称为品级市场啊。所以我们简称统购统销，实际你把另外的3级给抹了啊，不准确。如果我们叫品级市场，准确了。好，那为什么要建构这样的市场制度？为什么呢？为什么？